烧水壶外壳带180多伏，很危险啊，接近220了。还有洗澡的热水器，看一下，150多伏啊，140多伏，这个有点狠。对呀，这个有点狠了。热水器外壳带150多伏，有点狠了。最开始我是怎么感觉到的？我拿湿布在这上面擦，然后手碰到这儿被电一下。你碰到这个螺丝就被电。很少见100多伏，很少见。一开始没有这么高，60、70伏。190多伏。这跟火线仪差不多电压了。近乎于220啊。地线呢？这地线就接这儿了。这个我也测了，跟那个100多。地线100多。火线100多不正常。对，应该是什么地方拉低了它电压了。应该是接地了。我拉一下电闸行吗？把你家电闸拉一下。那个是空调。都拉了以后，这是。都拉了以后就没了。都拉了以后就没了。有我了，你还能看？我一路一路送。这是灯。这个没事。送上电都有。这一路我看看。我这一路上是房间的。这一路没有。这一路会不会差一些？差一些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也就是这一路送上以后，它就不正常了。对，这是不送这一路210伏。都拉下来应该是220差不多。这一路不一样。送上就100多伏。这一路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漏电保护器也好使啊。难道说地线没接地，漏保它就不跳吗？地线不接地，设备外壳有接地的也应该会跳漏保啊，对吧？那这个漏保有问题吗？我先测一下零火之间的电压。电压确实低，你们家电压确实低，220都不到。火线与地线没有电压。火线与地线没有电压，那就是电压是一个水平的。零线与地线倒是有180伏左右，180伏左右。拉了拉了以后有了，那就是漏电的，那是漏电的。它为什么不跳呢？那就是漏电的。地线因为没接地，所以线导不出去。接错线了吗？那看一下送上电以后，零线与地线有电压180多伏，火线与地线没有电压。在总闸这个位置测也一样，测火线与地线它就是没有电压。也就是说这一路线有问题，是不是火线漏电呢？还是接错线了？可以测一下漏不漏电。测零线与地标准摆动的一半，测这路火线与地摆动的比零线严重，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接错线了。这种现象是不是接错线了呢？看一下。这一路没问题这一路是有问题的，这一路有问题。先把这一路接上，这一路不接，这一路有问题。先把这一路给你接上。它这一路火线与地线是通的，火线地线是有问题的。
应该是，我感觉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接了一个电器，也就是它有一路线是接了地线，它该接零线的，结果它接了地线。这一路线没接，这一路线有问题。我测一下零线与地线之间，看表针摆动的位置，记住这个位置，接近中间的位置。火线与地线，记住这个位置。送一下电啊。我把两个洗衣机先拔了呗。现在好，现在这要是不接这路线，这个地线上没有电压，就是接混了。我把电都送上，你看哪一个屋没有电？送上，你现在看看连线上还有多少伏？现在是属于正常的。22。现在它这个感应电属于正常的。我说这个电压是正常的，是因为在没接地的情况下，接地不好的情况下，地线带这个电压是正常的。现在这种感应电是正常的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你没有地线。没有地线，地线到时候还得接。你先找出来这一路线是干啥的？行，我找一找。现在是感应电是因为没有地线造成的。现在这个情况它就是微亮，微亮，就是可以，还可以，但是还得做接地，不做接地的话，还有时候会麻手。接错线了，走吧，走这一路线是干啥的？现在这两根线之间是有电阻的，是因为还插着电器。线不通电，但是有感应电。我现在把两个线短接在一起，就是碰在一起，它的电阻应该是0。然后我挨个去测量没有电的插座，用层1档来测量。首先得确定这个插座是没有电的，直接测量零火插。零火插在那头是短接的，它应该电阻为0。先把万音表调0。不调0的情况下，测的可能不正常。直接测零火插之间，表针应该是100到头，这个是正常的，这个插座没问题。一个插座的试。您像这种冰箱还没有拔掉，要拔掉插头。最后房主说还有个洗衣机，最近刚换插了位置，还没开始用，拔掉洗衣机的插头。注意看，我测量洗衣机零火插头这个表针摆动的位置，您想到了什么呢？刚才在配电箱也是这个位置。再测插座不得劲，空间太小了，插不进表笔，找一个插排，把这个插头插上，这样直接在插排这个位置测量就可以了，方便。直接测量零火插，表针没摆动，然后拿出一支表笔测地插，看表针摆动到0，证明这个插座是有问题的。测其他的插座都是正常的。我把这个插座打开看一下是不是接错线了。0地接反了，就是零线接地线了，地线接零线了。它这个应该是左零右火，中间是地线，这样接就对了。把线倒过来以后再测量就正常了。这样把电路恢复，把电送上。它这个主线进来就2根线，没有地线。它所有的分路插座都有地线，但是没有主地线不行啊。老楼老房子电路改造过的没有地线，都没有主地线上来。不接主地线，地线上就带一个30多伏的感应电，这个感应电可以用地线放掉的。现在测量火线电压正常，找了一圈没找到地线，在上面有个接地体，看一下如果要从这个接地体接的话方不方便。打开这个窗能看到吗？不方便，这个扁铁是接地的，但是不太方便，不安全，主要是够不着啊。怎么办呢？这有暖气管道，我又想到了暖气管道，地线只能接这个暖气管道上了。
我个人觉得这是安全的，因为我认为暖气管道是一个很好的接地体，可以把感应电都放入大地，要不然家里没地线老挨电，对吧？地线顺管穿进去，主地线接进来以后再测一下，地线是不带电的，这也就是说它的接地很好。零线不带电，看一下火线正常，就是电压有点低。再测油烟机外壳0伏，热水器水管0伏。好了，维修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下雨天穿救援鞋不配哦。说修个设备，来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个工地，看一下设备什么故障。油泵不吸合。这不是修大调的，这是修，我来找修电的。按了。按了。按有输出。有输出，然后就是他那边就接收不到。就是不吸合。就是不吸合。关了啊。关了吧。电没关啊。电不用关。Y15有输出。Y15有输出。刚才是 Y15料，是我上哪去了？它应该上继电器了。继电器它是上午那个我们那个是专门修是卖这个机器的，他们也不会有，他把这2个线又给它接到一起了，他说这2个不工作。他是怀疑是热机不好，所以把线短接了。对，他这就把那2个线都接在一起。上午那个师傅是厂家的吗？不是厂家的，他是修机器的。他是修机器各种机器的。他说他搞不好，我说那我得找专业电工。他说你找专业电工再来看一下。我看这个线圈是220的，他得通过继电器，PLC 有信号输出，有信号它得有电源呢。有电源，它没有输出。电源它得他给，电源得这个给。我再测一下输入吧。输入电源有，输出没有，24伏的电源没有。控制电源没了。那就会不会那个坏了？有可能，我只能说有可能。我要看一下。24伏直流电的输出，拆掉一根线。为什么拆线呢？因为输出24伏，如果短路，它这个灯也不亮，这个电源块的指示灯也不亮。所以现在送上电，如果指示灯亮了，那是输出短路。灯都没亮，没有输出，你得出去买一个这个去，再买一个电源。这个是24伏的，24伏 DC。像它没有输出，这些继电器都不工作。对，就是不工作。继电器不工作导致它不吸合，对吧？这就是 PLC 没问题，它有输出信号。就是这个东西是好的，这是好的，这个也是好的，这都是好的。我也没想到是电源坏了，去买一个新的换上。它这触点还短接了，不是触点的原因。换了一个新的电源，测它的输出。现在24伏有，你按一下。启动了。带2个泵啊，这边一个泵，这边一个泵，2个泵。一边一个泵，带2个泵。这样就好了。我也没想到是一个小故障。感谢您的观看。再就是下雨天尽量不要这样修电，不安全。差的，修不了。人呢？人哪去了？这是去工厂修一个蒸炉。这东西咱是第一次见呢，以前没修过。
工人师傅说上面电磁阀不通电，只要给它通上电就行，很简单。然后让我查一下电磁阀为啥没有电，但是我一看线路这么乱，说实话有点不想干。现在要是走，维修费1分钱没有，这都一天还没挣到钱呢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老母鸡一天一个蛋，菜刀靠边站，一天不下蛋，高压锅里煎。所以想到这句话，我还得继续干。这几根是电磁阀的线，先捋捋线，看从哪来的，要往哪里去。它这个线路还没有图纸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得靠自己。电磁阀的电源是这个电源块输出，那就把档位打到直流电压档，测一下它的输出有没有。输出一正一负24伏，看看直流电压是有的。只能说电源没问题，它这个线路还要通过交流接触器吸合、触点闭合来接通，给电磁阀供电。关键是上面这几个电磁阀您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不好使，问师傅，师傅也说不清，我得亲自爬上去看一下。这就是这几个电磁阀连着气管，需要哪个电磁阀工作，那么就给哪个电磁阀的线圈通电。一通电通气儿，气缸就拉着这些阀门打开。现在这些阀门不工作，所以就查一下这个电磁阀为什么电没通过来。现在的工作状态，红色的线应该是给电磁阀通电的。用弯表测一下直流电压有没有24伏，有，那就上去看一下。找到红色这根线，与公共线，至于负极是有电的，那可能是线圈或者插头不好，那就打开看一下咯。把插头拽下来，然后单独测量电磁阀线圈，看电阻正常，标准摆动正常，线圈没有烧，线圈是没问题的。是不是插头接触不良呢？带我打开看一下。来看一下，正负插头有一个脱落了，不能算是脱落，是我拽下来的，但是插头应该是松的，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。我把它加紧再装上试试。装上看一下好。你再开开试试，开试试。哦，开了，那个开了，都开了，都开了，这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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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。好了，你插头接触不良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今天这个蛋终于落地了，一天一个蛋，回家就有饭。好了，完活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个徒步机我给它修了不长时间，又坏了，看怎么回事呢？上一次维修是变频器不好，我给它新装了一个变频器，然后运行几天挺正常的，突然就不好了。问工人师傅说怎么回事，工人师傅说把这个电位器，就是和这样一样的电位器，就是调速的电位器，原来是在这个位置，挪到后边去了，用几天还正常，然后突然运行不了了，那就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。它挪后边是加了一根线，就是接了一根长线，因为电位器线不够长，加了一根长线，这个线也不能太长，太长了影响信号，会受到干扰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他还用了一个网线，为什么还用了2天呢？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先把电送上，变频器通电正常，打开开关。师傅说别的电位器控制变频器都有转速，都有频率显示，就这一个没有变化。去看一下它接哪去了，这一段距离挺长的，在这调这个钮，旋钮没反应，看一下确实频率没有变化。现在是端子控制，所以调这个地方不好使。
那就先断电。再来看一下电位器有没有问题，这个得拆掉看一下。12的小扳手，这个咱有。拆掉紧固螺丝，拆掉螺丝帽，拿出电位器，就是这么个东西。我是怀疑它线头掉了，原来是焊接的。看一下线头没掉，掐断以后接的线，在不拆掉线头的情况下测量电位器输出，这种是不正常，所以得拆掉线头测量。那就拆开线头测量。电位器就是一个滑动电阻器，把线头拆开测量一下，两只表笔分别测量电位器任意一根线和输出这根线，看看这个电阻的变化，不太正常，表针都没有反应，它应该有电阻摆动，然后旋钮的时候会有电阻变化，这个啥也没有，所以我怀疑是里边断了。拆开一下看看里边什么结构啊？它这里边是有触点和线头的。哎，不出所料，这个线头是掉下来的。好了，这样就确定是电位器不好导致的调速调不了，去找一个电位器换上。正好这有个废旧的配电箱，上边有个电位器，那就先拆过去，先用上，这样就接好了。把它拽出来了，它里面有一个滑动的电阻丝，然后滑动这一块的连线掉了，导致没有输出，后面是一个滑动的触点连着输出这根线。还有这里为啥要绑两个扎带呢？你看一下它这个结构，它上面这两个焊点用手就能拽下来的，所以不结实，如果线头受力一拉就掉，这事还经常遇到，所以绑两个扎带是有用的。再看一下调速旋钮，看看表针的变化。随着电阻的大小，表针是动的，这个电位器是正常的。好了，电位器装上以后再看看。点启动运行以后，旋动旋钮，变频器是有变化的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它原来这个变频器是炸机了，就是里边的模块都炸了，当时因为着急生产也没修，直接换了个新的。当时这个活是我给他干的，您说就这种情况，这个费用是收还是不收呢？来修路灯了哈，路灯送不上电，一送电就跳闸。那个红绿灯到这个红绿灯好几十个吧。先去看看这个控制柜在哪一块，在相变这了。他们也找别的师傅过来看过，要么人家报价很高，要么说是修不了。这个，看着让把这个线摘了，摘了以后，因为它是接上这个黄线吧，它就跳闸，就跳这个闸吗？对，跳这个闸。那下面还有配电箱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直接连路灯了这些。对，它就直接去路灯了。就关哪些路灯呢？你给我说一下，这些都没事是吧？它这些吧，也是有的亮，有的不亮。有的亮，有的不亮。看一下路灯在哪呢？路灯这不是就这些？就这些路灯。从这个红绿灯到那个山脚下之间的路灯，先看一下故障现象。这个交流接触器明显是有问题的，现在是没吸合，没有电。三项进线测量电压220多，正常。是不是爆了？你昨天都通电视了是吧？都可以通电是吗？它这个通着，现在都通着电，都可以通电，它都没吸合，吸合以后才好使。对，因为它不到点嘛。不是，咱们怎么调啊？这个手动开灯一下试试。可以开哈，没问题啊，这几个。可以开。这都4个都没问题吗？昨天开过吗？但是这个应该是手动。吸合了。吸合了。这个了。
这个也吸合了，这也吸合了，这3个都吸合了。3个都吸合了，这有个杆吗？对，吸行了。吸了。没问题，我哪来的声音？这个哪里变了啊？这个没感觉，接就抱不上。接可以。这个电压还低呢，这个像电压还低呢，这个电压正常。这个不吸合，电压就正常。这一项也漏电，这一项也漏电，这一项漏电，它漏电，它漏电，它一吸合，它电压立马就低了，它就是漏电的。那现在都是220，正常，这不是漏电保护器，漏电保护器都根本合不了，漏电的。你看，它应该跳，它现在跳不下来。电压立马就低了。你听这声音，它想跳，它跳不了。这个闸它里边它跳不了，它短路电流没达到，它跳不了，吱吱的响。这个电流呢，电流，猜一下。60多安的电流，60多安的电流，这一项才1带几安的电流，才1带几安呢？这一项中间这一项60多安，像这个路灯电流都不大，才1安多，确实才1带几安呀。1带6安，这么小吧？1安，啊，这路灯一半不亮呢。看这路灯一亮一半，得修啊，这个路灯有坏的，有的电过来了，灯不亮，坏了。像这些灯，要么没电，要么是灯坏了，我也只能给它解决电路短路漏电，看是在哪。修灯换灯的活我是不能干，那就先修电路问题。60多安的电流肯定是有问题的，这个火线应该是对地放电的。注意看，我测这个火线现在是190多伏，我测零线带电37伏，这就是火线漏电的现象，会导致零线带电，地线也带电。注意看这个伏数，30多伏。30多加190多，正好是220多。这个配电箱外壳是接地的，看一下，也带30多伏，但是地上它不带，测大地它不带。所以火线对地放电的话，它会导致这种现象。这就是这种电比的优势，能看出来地线、零线带多少伏的电压，从而判断是不是接地。这样就可以确定它那路线是接地的，是漏电的。关掉这个交流接触器，断电，给线路断电。断电后测零线就不带电了，就可以确定这路线是漏电的。那我就拆掉零线，把这些控制线路都断开，防止它吸合。把零线拆掉，把这些主电都断掉，这个拆零线之前都要断掉。拆掉零线以后，上指针望远表测漏电，达到层4开档，测漏电的档位，直接测这个绿色这根线对设备外壳，也就对地线是漏电的，很明显是漏电的。那再测一下黄线对
地线，也是漏电的。像这种漏电，它不是火线和地线碰在一起，应该是火线对大地放电。大地是一个导体，漏电的地方离这里有可能几十米，有可能几百米。现在这个表测出来是漏电的。这里还有井盖、路灯，看一下这里边是啥？电缆线，信号灯的电缆线，路灯的电缆线，这两根应该是一进一出，那就是有接头。接头的位置应该在这儿。打开了看一下里边什么样。这个先用电笔验电，别带电。如果带电的话，电笔会响。接头，电缆的接头在这儿。还有什么？这是个什么东东？拿出来看一下。保险丝啊，这每个路灯还有个保险丝。里面的接头做的挺好。我在想，对地漏电的地方如果不在这里边，那怎么办呢？一个杆一个杆的拆，看这些接头有没有问题。然后您说路灯漏电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电流，这些线很细，它承受不了60多安的电流。像这种情况，我还是认为线头对路灯杆破皮漏电的可能性大。这么多怎么查呀？很远呀，那么多路灯，那边也是，到山脚下吧得。天哪，一个一个的看呢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修不修啊？修很麻烦，不修就白跑。应该是没有好办法，从那边一路拆到那个红绿灯那一块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再往那不知道了。每一个路灯旁边都有个井，把井掀开，电缆线一进一出，进到这里边去了。然后每一路就这么打。我是怀疑接头地方有问题，然后这接头会有破的。那没有，还得继续往前拆。前面查了20多个了，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终于，这是哪根线呀？线都打铁喽！还有吗？跳不动啊！哎呀，从这个外观上一看，这个地方得打过火，烧的。所以说每一个路灯杆，我都看它周围是不是有被电烧过的痕迹。这一个终于找到了。哎呀！看这个都烧成啥样了，看到吗？烧的。哎呀，看看吧。哎呀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！哎呀，拍个照留个念。第一次修路灯，
找到故障了，到红绿灯那头到那边找过来了。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线搭路灯杆，这个线搭路灯杆，两个线在那头一通电是380，直接短路就跳闸。然后单送一根的话，就直直的对路灯杆放电，对地放电，零线都带电，地线带电。然后反正就是这种原理吧，搞定了，找到了就好。看触点都完了。通上电吸合以后，看看电流很小，0点几安。这些路灯用电这么小吗？才0点几安，1.5安。看一下绿线1.3安。这3根线一共带了20多个路灯。现在在测量，看一下电压正常了吧？没修之前190多伏，看一下零线没了吧，0伏，这就正常了。所以我觉得用这种电笔单独测量火线和零线的电压，也能确定电路是不是正常，是不是有漏电的。看路灯，除了不亮的都亮了，不亮的就是坏了呗。他们想让我修路灯，我说我干不了。那先这样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赶紧的先找个地方吃饭。看一种现象啊，它这个测三相火线，这个201、254高，这个257、258挺高的。测零线带电30多伏，地线带电30多伏，和它这些有关系吗？那就拉一下这一个电闸，哎，这3相电压，哎，这就平衡了。刚才250多吧，这就平衡了。测零线也不带电了，测地线也不带电了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测出零线带电或就是零线带电或地线带电，什么情况下零线带电或地线带电啊？火线对地漏电，火线对大地漏电，会造成零线带电或者是地线带电。它不论是 TNS 系统还是 TT 系统，只要是火线对地放电或漏电，对大地，它都会造成地线带电或者是零线带电。就是火线，咱们家庭也是一样的。如果您测的家庭零线带电压多少伏，那有可能是没有地线，家庭没有地线，或者是火线漏电，对墙体漏电也好，对电器间接性漏电也好，或者是没有地线，会造成零线带电，带的伏数不是太高如果是漏电严重，它的带的伏数会更高。所以说它这个不正常是因为应该是变压器原因造成的。它这一套东西连着变压器，就是这种现象，就是你感觉很诡异，其实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。所以说电笔所以说这种电笔测量出来有电压，并不代表说这个电笔是坏的，报用测哪都有电，它是有原因的。所以说这个电路现在看起来电这方面挺深奥的，咱们这些知识感觉都不够用的。所以说慢慢的一块慢慢交流吧，等我发现一些问题给大家多多的交流，让大家多多指点，请大家多多的指点。很奇怪，用万元表测的电压也正常，但是它就是用不了电。你看零火之间电压可以，他们怀疑是大门控制器不好，用着突然就不正常了。拆掉这2根线，电压就正常了，就是不敢往上接。这样他说那个什么，他说什么
短路。短路了。啊。我看一下吧，看这个没有电是啥意思？送完电以后没有电，现在是有电的。现在有电。现在电压是有电的，电压有电。220有，零线还带电呢，送一下电。那就是零线不好了，零线不好。它和这个没关系。他们这个没烧，这个没烧。没烧，这个应该没问题，我觉得。这个没烧，这个主零线完了。主零线从哪来的？地下呀？不知道，不懂这玩意儿。这没事，不懂。问我啥也不知道。没事。走到地下，走那一头去看看。你配电箱在哪儿啊？配电箱在车库。不拉了，就这样了。这样在这儿。你看看它哪一个是，我也不知道它哪一个是那个。他也没写，关键是。还没写。咱也不懂这玩意儿，也不敢动。对。哎呀妈呀！没事，放。这么多线。线可多了。那个线从哪走的？应该有单独走大门的。对呀，外面的线单独一路应该是。正常220电压挺高的。这380伏的这个。我知道。哎呀，可以。电压都正常。正常零是不带电的。电压没问题，零线接的都正常。关键我想知道哪一个电闸控制的是大门的电路，那就一个一个拉闸断电。一路，还有，我收了是这样的。还有，这拉。电闸全拉了，把总闸都拉了，这个线上依然带着电压。难道他这个大门的电不是接自己的电，是接别人家的电吗？电闸都拉了还有电，说不过去啊。他电闸拉对了吗？我得过去看一下。看一下配电箱，总闸都拉了，上面都没有电，但是烙印保护器上面还带电。就是这个不走总电闸，从上面下来的。这个什么电呢？没接呀，没压，线都没压呀。再拆掉这一根火线。还有电，还得再拆一路，还有中间这一路。这次估计就没电了吧？看看有没有电。
这从哪来的？线上还有电，这是用的别人家的电吗？3路线都摘了，1212进来以后没了。啥意思啊？总闸拉了还有电，你那个现在总配电线在哪呀？在这儿。住别墅就是好，一户一配电箱一电表。看一下下边接出一路电缆线，是它吗？是不是它？那就拆开看一下，有螺丝，拆掉螺丝。看我就说吧，它有一路线，还有水泵吗？家里面？啊？水泵那线有吗？有啊，有水泵啊。水泵线也有。水泵在哪？你知道吗？水泵我不知道，它地下井，它是。它这不是地缘热泵吗？找到原因了。在这儿。这个零线怪怪的虚结了。如果我把这个拉了，你试试，这是你家，是你家的哈？哦，对，这真是我们家的。好，没了，我不看。这就好了，这就没电了，是吧？电表就没电了。我把家里给你恢复，然后我找外边的原因，行吗？好。再看一下这个零线是不是没接好？零线在这儿，看就没压上，它应该和主零线压在一起的。这样把线压紧，它单走这一路应该是水泵的线，然后连着庭院的大门、灯都走到这一路，直接送电。正常零线是不带电的，0伏，这样应该就好了。火线220，零线0伏。如果测的零线有电压，要么零线虚接，要么是火线有漏电的。现在正常了，恢复电路。送上电以后，大门也好使了，主人很高兴，差点就换大门了。维修完成。大爷，你这个工作服是哪个厂的？大爷的工作服和我的一样。合一下啊。还就他跳。有时候咱2个一起跳。有时候一起跳。送电的瞬间就跳。都拉了。这样送一正常。这样送他没事。不是，头一次，还每一次就他跳。所以说这很诡异。这种就是漏电跳，这个，你看了吧？这种电闸哈，你拉下来的过载的，它是白的。它如果漏电的话，它是红的。漏电是红的。这是属于漏电，它应该是感觉到是有漏电的了，弹出红的就是漏电。所谓的漏电是离火线并一块的？不，那是短路。那是短路。漏电的可能性不大。现在测量确实是不漏电的，线路不漏电，这是新电路，新做的，新装修的房子，不漏电。刚才看这个漏保还是能合上的，所以说是其他的原因造成漏电保护器跳闸。不是漏电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看一下那个卫生间是接的什么电，它还不漏电。
是无主灯吗？听房主说，这个插座和灯的线路都是改过的。灯的电路是重新走的，然后走的插座，和插座混了。和插座混了，导致这种现象。所以说他这样接会跳漏保的，把这个漏保推上去，拉掉灯闸再送总电，它就不跳了。这一下，它电它不能接一块的，不能接一块啊，接一块零件没动，还没动，它还不通，它不知道是啥时候通，它还不通，它走的电它还不通。哦，灯的电阻比较大，它一档不行。懂了吧？它是借用了它的零线，火线应该是借用了它的零线，火线和它之间应该接了一个灯，再对火线它应该，应该是借用了它的零线，对零线，接错线了，然后你再这几个你试试，这几个没接错。那刚才那为什么这个还跳？不知道，它是误跳，应该是误跳。再插这个。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就这一路。就零线接地了？不是零线接地了，就是它零线，它们俩零线混在一起了。这种改都不好改，但是可以。它不是有个延迟吗？这个没有延迟呢，一送上就有。哦，这还没有延迟。这个没有延迟。如果说把这一路出来的线走灯的话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我估计。可以试一下，我给你试一下。你试一下。这样这个灯就走了这个漏保。上电试试。看还跳不跳？它也跳了。它也跳了。这个是一毛钱吗？这一个啊。看一下。是中间这个卫生间插座没电。卫生间的插座没电。它这个跳，你看它还不是漏电跳。它还不是漏电跳，现在里面有电器吗？一个马桶。有马桶也不该呀。这个跳还不是漏保那种跳，它是断路，它是过载了跳。我再试一下。没事了。再等一会儿。你抽烟吗？我不会。跳一下呀，让我看看。他是不跳了，看一下是啥。瞬间。这个卫生间插座就插一个马桶，别的没有什么电器，那就拔掉这个马桶。倒是希望它再跳一次，它还是不漏电的，不漏电，不能说是短路啊。也不短路都拔了是吧？哦，拔了，没有电的状态。不该还有
应该还有灯。哦，那浴霸上面是不是接的？它这个电阻就是个灯的电阻，通电的瞬间啪就跳了。过载嘛，得掐一个。掐一下。这前边不是只能切火线吗？都行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我开的瞬间我看一下，才9安，瞬间也才9安呢。瞬间才9安，它不该跳啊！现在有个3安的电流，你看一下是什么在用？不是，我现在把灯电都拉了，都拉了，你还有那么多灯啊？这底下亮的那个灯，不是那些灯呢？这是每个房间的。每个不是，这从哪改的啊？这怎么还走插座的电呢？这一路还带了那么多线灯，也就是说带了10几个电源控制灯，这每个房间都有，怪不得还有电流啊。这些 LED 灯的电源都有一个瞬间的充放电。我给你多试几遍，拉了以后多试几遍。这么长时间应该试一下了。看它还是跳。这路电东西太多了，开送电的瞬间浪用电流挺大的。跳了。时间长了以后它就跳，然后你再送就没问题了。然后你再拉下来，再送就没问题了。它这个就是砸小了。浪用电流，瞬间浪用电流把它给弄跳了。你说20安带这些灯啥的没问题，但是你那个灯是 LED， 启动的时候，所有的变压器一通电，用电多。瞬间电流能达到18安，18安，但是它跳的时候有可能就超过20安了，所以说等那个放电时间长了以后，就是说你等时间长了以后，它也得超过20多安。刚才它没跳是18安。灯把它放大 ，LED 灯就这样，灯多了以后，你开灯的瞬间它直接，或许有的电闸25安都不跳，25的行吗？25的可以，你换个25的吧。放完了，我想捕捉一下它这个20几安的一个8安都不跳，刚才18安都没跳。换了吧，这个不用等了，你直接换了它就行。基本上也是以前是谁跟谁同时跳，有的时候他俩，现在他不跳了吗？以前他俩同时跳，也就是你一晚上不开灯，突然就是一送总电，他就跳了，他也跳了。他跳是因为他跳是因为那个瞬间电流过大，这样就找到原因了。找到原因把它换了就行了。其他这些想换就换，但是换了更好。这就是为啥我刚到现场的时候，客户说合上总电以后，下边有时候会跳2个电闸，这2个漏保为什么会同时跳的原因，而且跳了以后合上还能用。这样应该就是我前面找到的那个原因，还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有个糊味呢，怎么了？现在你看没？这个是1号水泥厂，这个电机就是这个斜角龙这个15千瓦的电机控制锡合，然后这个就是它那个平的那个电机，这个锡合，现在是这个锡合，这个不锡合，所以说这个电机不转。它应该转，它转以后吧，顶多就是1秒钟吧，它啪。它就锡合， 1秒钟它就锡合它就锡合。现在2号船是正常的，2号他俩正常他俩正常，他们俩配合正常，他和他配合不正常。对呀。现在断电，我先断一下电行吗？能断电吗？能。看一下线圈接这个线。
还有这个线头掉了，谁弄掉的？刚才他接的时候可能没接。掉的。他和他配合不正常，他吸合1秒钟之后他就吸合，1秒钟之后也是这一个1秒钟之后61，这个线怎么掉了？68应该是公共零线，68应该是公共零线。接触器线圈上面接的零线 A1 接零线，下边 A2 应该接火线。哦，这个643是另一个接触器的旁边接触器的。那这个接触器在哪接的呢？61应该接 A2， 线圈上边就接一个68的公共零线。那 A2 呢 ？A2 应该还在下边，没看到 A2 有接线。A2 没接线，当然不吸合喽。他们说接触器不吸合，看一下那个61是不是这一个啊？61接这来了，接它的触点上了。这应该接线圈的，这个应该是接线圈的，它接到长开点了，导致它没有。所以说这个你们自己换错了是吧？这个应该接下边 A2 的。哎呦，看不见。形成不了回路啊！接头下这样应该是可以的。61是不是？这个63，也就是通过时间节点器到时间以后，这个直接启动到线圈，就让它吸合。现在可以试一下。对了，这个头叫什么？叫延时出头啊，还是延时节点器呢？60就是它吸合以后，60的线圈吸合以后，然后通过延时节点器延时给61接通这个线圈，这个原理是通的。接错线了，哎呦，送上电试一下。刚才那个漏的那个线头你紧上了没？紧了啊，好，送上电。启动一下看看，哎，启动一下，当时怎么了？你等等，我得测量一下电机。电机在外面，在这测。我测量一下电机。先调0，测量一下电机。电器有问题，你看这一个电器看，这电器，你看这个电器好，它这电机有问题，这个电器好，3样都一样的，摆动的位置都一样的，摆动的位置都是一样的。这一项正常，这一项就不正常。电机线圈不好，电机不好，电机不好，电机有问题啊！今天下午它还转了电机，效果转了啊，还转了。烧接触器是啥时候烧的？不知道。不是换接触器是啥时候换的？今天下午换的，没换之前就是用这个接触器，拿螺丝刀往里一捅，电机还转。
电机线圈不好，不知道电机出现什么。那个接触器拿过来我看一下。没转的话怎么上来的？你换这个新哪一个是新的接触器啊？就这一个。这个新的接触器换好以后就成这样了。啊。一契合就成这样了。就成这样了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个要是触点粘合了，就是出现了问题以后导致的触点粘合，不然的话它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触点有问题，触点粘合了，粘一块了，粘一块就是短路造成的，所以说那个电机有问题，要么是线有问题，粘合了。现在不敢通电那个，电机有问题。看电机线圈的电阻都不正常，这两线就不正常。不正常。看人家这些，这三项的多平衡。大哥，您这个电机有问题，要么线有问题，要么电机有问题。看人家这多平衡，就是这3根线之间不平衡。我怀疑应该是线有问题。线有问题？因为电机它还转呢。那电机过去测一下，打开电机就知道了。我先把线拆了一下，试一下控制线路能不能吸合，行吗？那怎么吸？可以试一下，看它吸不吸合。我点点啊。然后几秒钟。哎，好。好，吸合。1前1后，再来一次我看看。这吸合了。哎，好，测一下电压。好，不用动啊。400伏，400伏，400伏，400伏。好，关了吧，电压没问题。电压没问题。看一下电机线圈，爬上去闻一闻，很明显一股烧糊的臭味。这个电机线圈有问题。测这3根线之间都闻着大味了，都线都。哎，看看。不好，这电机线圈有点壳。哎，完了，电机完了，漏电。电机修吧，修电机吧。线圈完了，漏电，线圈烧了。把它下来，你带回就行了吧？我不带。我是经常判断电机线圈有没有问题，先爬上去闻一闻。这个都不用测，这个味可臭了，这味道很大。再看一下这个接触器的触点还好不好？哎，这3个触点很好，颜色也正常。那好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维修，感谢您的观看。请多多指点。